武者有一个领悟是什么？就我讲的，一手救人，一手可以杀人。就当我决定要杀的时候，我就杀了。就一旦变成我在战场上了，我要保护我的亲人，保护我的家人的时候，决定要杀就杀。那个时候就没有犹豫了，晓得吗？而那个时候的心是我选择的心，那个心不是我的本心，是我选择在那个环境我必须要这个样子的一种心。所以练武的人或者说你看有人讲那个佛慈悲嘛，一手是什么，一手是什么，对吧？佛剑分说，对嘛，一手剑，一手那个佛经书嘛，是不是？什么原因？因为在他的分辨嘛，有时候杀才是慈悲，他就杀；教化是慈悲，他就教化。就是这样子的，晓得吗？我刚刚想到一个古代很常涂一层降10层这对还是错？什么东西？杀一层，但可以降10层，但可以减少掉更多人的死亡。这个不是事后去分辨的，就像那个逻辑讲的嘛，你是火车司机，你的车子没有刹车了，然后有一个分道，这边有5个人，那边有10个人，你要走哪边？这不是可以事后分析的，或者事前分析的，那都是瞬间的决定，那都是瞬间的决定。那种瞬间的决定，基于你的背景，你原来有的反应跟价值观是什么？而我做了这个反应了，我就为这个反应负责。不在那个环境下，不在那个瞬间的人，没有资格来批评这件事情。因为人命或者任何东西，它不是这样子，它的价值不是这样子做区分的。你说我这样讲，有一个爱因斯坦，有1000个普通人要杀，你要杀谁？在修道的人来讲，爱因斯坦跟其他人是一样的，是吧？可是在比方讲政府管理者一样，或者我社会要发展，国家要发展，我要留这个，我杀那个，因为这一个的价值胜过那1000个，是不是？那你说他错吗？他没错啊，他的位置他没有错。我们从后面看，你记得俄国是什么？你记得法国是谁？是不是？都是一些突出人物来代表他那个时代代表他那个社会那个文明里面的那个最高价值而不是那芸众生的平凡人所以你说以一个文化要发展到巅峰，你要留谁？是吧？那以制高点来看，以神的角度来看，通通一样。看不懂？所以你当时做那个决定，不管你的身份或什么，你的价值观，你当时做那个决定就做了，那不是事后去后悔，也不用后悔，不用后悔。这个跟我们的价值观宗教观或什么嘛，所以西方的电影，尤其是美国的电影，太多那个电影在讲什么？在讲自救感。哎呀，这个人死了，我弟弟死了，是因为我当初没有怎么样，所以他死了。哎呀，我太太带我出车祸，是因为我让他去开车，所以我造成他的死亡。或者在越南打仗到一个村庄去，我啪打死了一个小孩子，我后来有内疚感这些在中国不会有
不会有什么原因？因为宗教观，他们回去了以后，他们要接受他宗教，他原来根深蒂固那种宗教里面的价值观，来检验他的行为，是不是？中国人没有这个，中国人是你当下做了就做了，我是针对当下的需要而做的，没有对错，后面的人没有办法，后面的人没有资格来批评我当时的决定，是吧？因为我们不在那个地方啊，所以这些都是很困难的。我们一般是不会碰到了，我们一般不会碰到，可是有的时候会碰到。比方我一个亲戚在一个很大的公司里面做，他是管人事的，这一阵子就要裁员，是吧？裁员跟杀人也没差多少啊，对有些人来讲也没差多少啊，是吧？你会犹豫吗？你说，哎呀，真不忍心，你回去了又有贷款要还，又有几个孩子，有老婆，这样吧，你裁员了，我自己私底下给你多少钱？你可以这样做吗？啊，有一个可能可以啊，有10个呢？有50个呢？听不懂？他在那个位置上面，他的责任是这个，就砍了，是不是？然后个人去找你的生路，就这样子，就这样子。说你这样做会不会有什么对那个人会有罪恶感啊？没有啊，没有啊，这是我应该做的。我在公司就是做这个事情，这是我应该做的。听不懂？所以这些东西啊，常常在哪练？在武术里练，因为武术的决断都是当下，其他的训练没有这种训练，没有这种当下，晓得吗？只有武术有，所以武术人要练出来那种决断力，不管对跟错，不管对跟错，他一拳打来，这一拳打来，我要怎么处理？不是你先想好的，也不是你现在去想的，是根据你这一瞬间你感觉到的那个威胁感，是那一瞬间你要做出的决断。所以他这一拳打来，我是退开，我还是还击，我还是什么？这个都不是事先。我现在教大家这些东西是一个怎么讲？一个可能性。可是当时你做什么，都不是这些，都是你当时的反应。你当时你没有训练了，人家一打来你就你是这样子，这也是一个反应啊，也没关系啊。可是你就要从这个反应去做你的自救。听懂？所以为什么用武术来训练领导人？用武术来训练领导人，现在比较不容易了。以前的战争，你看那个电影就晓得嘛，那种人跟人之间的那个对面冲锋的那种，你想想看有多可怕。那一瞬间你腿不软，你不尿裤子，已经很了不起了。你还要做反应，你还要跟着军令去布阵，想想看有多难，听不懂？那就是武的训练。那你当将军了，你还说这一队出去，这一队
500个人出去，他们是必死。那我要不要派他们出去呢？我这有1万人啊，因为他们那500人可以打乱敌阵的阵型，我这1万人我可以进去。可是他们那500人要死掉，我舍不得他们死啊！我到底要不要？你做将军，你有这个犹豫，那你完了，你没资格啊！你没资格做将军的，是不是？现在打仗也是一样嘛。我一个战地，一个战术的胜败，我知道他会败，我知道这5000人进去就是绞肉机，就是死掉。可是他对我的战略的布置是有益的。对我的战略的布置是有益的，对我争取国际舆论是有益的。这5000人死就死了，就这样子啊？你说他错吗？听不懂？所以有很多的决断啊，有很多的东西，我们现代人训练不出来的。训练不出来，因为我们没有那个环境，没有那个当面的那种危机，晓得吗？没有那个觉察力啊啊！前几天12点，晚上12点，我太太在洗头，在那个厨房的水槽，突然那个热水管的接口嘣爆了。脱开那个水喷啊，往外喷啊！我太太马上叫我，我已经上床了，我已经睡了，她就在叫我，我就起来，我起来看什么情况啊？进去一看，那个水喷的根本看不到，要找开关去关那个水啊，一时也找不到。我说把它按着，我去关那个开关。可是就是那个时候，它喷的时候，你没有去按住它，那个水就蔓延了整个客厅。我地板是木的，啊，就湿了。然后后半夜就在舀水擦地，就那一瞬间的决断，牵扯到你后面的损失有多大。这样不懂？就那一瞬间。就那0.1秒，那如果是受过训练的，我们平常过太平日子也没有那个训练啊。你平常接受过训练的，一喷水拿个抹布往上一压，起码那个水喷的比较小嘛，是不是这样？啊，所以很多东西要训练，可是我们太平日子过久了，这些东西的训练没有变成一种反应了。晓得吗？所以后面的损失就大啊这个是谈远了。但是练武很多时候就是练这个啊。好，你们再练练看。